光迹气息，300米就在头顶。是混沌剑圣，我们有救了！跟随剑圣，斩杀这只入侵灵光市的邪翼巨龙。一只混沌级的邪翼巨龙而已，我一人足矣。人族领地，妖兽进行。剑圣！哇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这是北斗诛仙阵，你们要杀的人是我。可惜你反应的太迟，本以为找来的这只混沌级邪翼巨刃剑灵就能解决你，可是你太轻了。可是我的亲信。为何要背叛我？谁让你的存在威胁到了那位大人呢？叛徒！叛徒！100年前，天地异象诞生，动植物变异为妖，不断蚕食人类生存的区域。好在混沌剑圣出现，创造了御剑法，才让我们有力量对抗妖兽。从今年开始，凡是3次御鬼师考核失败者，流放到城外，自生自灭。小林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放心吧，有引魂符在，你弟弟马上就会醒来。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昨天发生在灵光市郊外的谋杀案，目前已有40余人死亡，有着最强剑圣之称混沌剑圣不幸遇难。没想到啊，我们古夏国好不容易出来的最强者，竟然被人用这种方式害死了。弟弟生命垂危，现在连你也死了。叛徒！小林，小林，你醒了，吓死姐姐了。姐姐，我怎么？我女朋友变成了我姐姐。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。我居然重生成了女朋友的弟弟。妹妹，我来娶你了。哎呦！童儿妹妹，这聚灵符可是能救人性命的宝贝，你居然花大价钱买来给这个小废物用，今年他再通不过考核，可就要被驱逐了。这里是金家，如果没事的话，请你离开。当然有事，我听说你的靠山混沌剑圣昨天死了。以后可就没人罩着你，不如你嫁给我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渣。我就算是人渣，也是你们要仰望的存在。居然是中阶黑袍剑灵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个废物，怎么跑了？刘少剑灵的胆子好像跟你一样不够大。你们2个给我等着啊！金童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今天可是御鬼师考核的大日子，还不带着你那个废物弟弟回来？小林，今天是你最后一次考核，一定要成功。今年金家的考核可真有排面，就连我们灵光市的会长都要亲自来。毕竟金童的前男友可是剑圣，会长是以前答应了他才来的。你说的不对吧？我听说是因为金家年轻一辈的金瑞今年要挑战御剑境考核，会长这才专门来的。不重要不重要，反正混沌剑圣已死，金童跟他的废物弟弟就要被流放喽，就连他父亲金峰辛苦找到的镇剑佩都要给别人了。小林，我先去拜见爷爷他们，你在这里等着，千万别乱碰院子里的东西。嗯。
这就是金家老祖留下的封灵阵，据说里面封印着一只高阶剑灵，凶得很。这世上能收服高阶剑灵的，只有混沌剑圣，可惜他已经死了。这个封印很难吗？我帮你解开封印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就直接走。大人，您要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，粉身碎骨我都会报答。我暂时还没有合适的契约剑灵，你就留下来当我的剑灵吧。1年，你只需要留下1年，1年后就可以走了。放心，我知道你生前也是高阶剑灵，虽然不知道金家怎么把你封印在这里，但你肯定不甘心当剑灵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否则我魂飞魄散，都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请与我缔结契约。爸，今年金瑞要挑战玉将境，未来可期呀！多少年来都没几个人敢挑战玉剑境，看来今年小瑞信心满满啊！新一代的金家小辈都很出色，就算没有混沌剑圣，我们金家在整个古夏也是前途无量。金家主，赶紧带我去见识见识高阶剑灵封印，听说这是金家的镇族之宝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竟然有人敢毁掉我金家封印，不是被人毁了，是有人解开了封印。这可是金家祖先动用全部力量才布下的封印，几百年来无人能解，这到底是哪来的高手？能解开这个封印的，别说是灵光世，就连整个古夏国都寥寥无几，恐怕只有混沌剑圣亲自才能解开。你们看到是谁干的了吗？没有。护族大阵没有异动，是我们金家后代，快去找这个人。这个人能让我们金家成为古夏巅峰。不就是一个封印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小林，你懂个屁！能解开封印的人，可是能轻松毁灭金家的存在。一个毫无剑力又不修炼的小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金峰可是忠烈，为了保护灵光世才死的，可他的孩子却如此嚣张。我看他的镇剑佩还是由金家其他人保管吧。镇剑佩在你们解密手中确实没用，就按灵光世会长说的办，交给金瑞保管。没问题啊，不过你们要证明自己比我强。小林，你不要逞强，我放心，待会儿有你们机会。待会儿拿出真本事来，只要通过御剑境考核，金家的资源就全都是你的。放心，我绝对能踩着他们姐弟上位。这是御剑境的妖兽，只要能战胜它，就算通过御剑境级考核，而通过考核的人就能被认证为御剑境剑修，拥有优先分配修炼资源的资格。听说当年天骄榜第1的李秋，在御剑境考核中只用了3个回合，不知道金瑞能用多久。我要让你们看看，今天谁才是金家最强的后人！不愧是金家的小辈，这才1回合就压制住了御剑境协议剑兵。御剑境考核不过如此，镇剑佩我可就要收下了。哼，就他这水平，至少要20个回合。小瑞怎么搞的？这么不小心！金家秘法，本天剑诀，好啊！给我！28回合，居然不到30个回合就通过了御剑境考核，这在整个灵光世也是排名前列的高手了。来吧，到你们了。金瑞年纪轻轻就通过御剑境考核，日后前途无量啊！不愧是我金家子孙。这可是我亲自教导的，
不像某些人连剑修考核都过不了，就是个废物。要我说，还是算了吧，老老实实去参加最低的巨剑境考核。没有爹妈指导的人，死在御剑境考核里面，可没人收尸。赶快认输，把镇剑佩给我，免得等会儿被剑灵伤了，哭哭啼啼。这不是金家天才金青吗？他可是最有希望超越楚明登顶天骄榜的人，实力深不可测。金童，待会儿你可要看仔细，只要控制住他的胳膊，攻击灵核就有机会。哼！邪异剑灵虽然可怕，但他手上动作缓慢，灵核在胸口位置，只要控制住他的胳膊，攻击灵核就有机会。背后攻击是最好的位置，避开他的灵连剑攻击。金青完全有机会秒杀黑袍剑灵，这实力果然名不虚传。金青，别胡闹，这可是关系金家脸面的考核，赶紧解决他，别浪费时间。好，打得好，不愧是我金家的天才。这就是天骄榜第17名的实力，才用了17回合就通过了考核。要是他不去教那个废物，恐怕有机会打破楚明的纪录。加油！如果不行就放弃，别硬撑，我会帮你。让我来。别逞强了，小林，今天你只要能通过低级巨剑境考核就行，我会注意安全的，不用你保护我。邪异剑灵虽然可怕，但他手上动作缓慢，只要控制住他的胳膊，攻击灵核就有机会。没想到金峰的女儿不完全是个废物，还有点本事。这金青非要去救他，该不会真让他过了吧？那样我们就拿不到镇剑佩了。怕什么？就算有人帮忙，也只是死得慢点。这可是7阶邪异剑灵，他一个低阶剑修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真以为偷袭成功寺就能赢啊？活着出来才是真本事。我看你还是早点认输，免得丢金家的人。这两只小分身速度极快，根本躲不开，只有正面攻击才能击败，只怕来不及啊！不要躲，全力攻击大的那只。他召唤分身时，灵核最脆弱，是唯一的弱点。你这个连1阶、低阶剑灵都打不过的小废物，还教起别人来了。你知道高阶剑修有多强吗？知道剑灵的弱点是什么吗？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没错，就听他的，全力攻击大的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。我一个断灵境的都知道躲开剑灵攻击，不躲就离死不远了。这个小废物真是在胡言乱语。不对，小黑袍剑灵出现时，本体确实动不了。而且小黑袍剑灵的攻击虽然会导致重伤，但不会致命。此时正是攻击本体灵核的最好时机，这是金童唯一确胜的机会。金灵，你不是没有觉醒剑力吗？为什么能一眼看穿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弱点？你居然能立马发现剑灵的破绽，你到底是谁？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就是现在！27回合！啊，这不可能！什么情况？金瑞都用了28回合，他居然比金瑞还要快。难道这金童一直在隐藏剑灵实力？之前都是装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肯定是作弊了。金童平时连断灵境考核都过不去，怎么可能通过御剑境考核？一定是他耍了手段。居然真被金灵这小废物找到了弱点，坏了我们的好事。小林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，我守住爸爸留下的镇剑佩了，我没有让你失望。你到底是真的看穿了邪异剑神的弱点，还是蒙对的？如果是蒙对的，怎么会这么精准？你身上一定有秘密。今天他们必须要把镇剑佩交出来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爷爷，我做到了，我通过了御剑境考核，
现在镇剑佩我可以留下了吧？这是我爸爸的遗物，我不能交给别人。不行，这明显是靠运气取胜，是那个小废物蒙醉了弱点，根本不算真本事。外面有那么多想要得到镇剑佩的人，就凭他们姐弟俩的实力，绝对守不住，到时候还会给金家带来灭顶之灾。而且金童可是个女人，以后会嫁人，到时候这镇剑赋不就变成其他人的东西了？我们金家什么都没了，这都是为了金家着想。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，混沌剑圣已经陨落，你们金家现在的镇族之宝就只剩这镇剑佩了。要是被外人抢走，金家确实很危险啊。交给金瑞保管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金童，他们说的有道理，镇剑佩就交出来吧，金家不会亏待你们，会给你们足够的修炼资源。这怎么能行？镇剑佩可是我爸的遗物，你们就是想趁机抢占镇剑佩，根本不是为了金家。哼，你才是自私的那个，就想着独吞镇剑佩，根本不为金家考虑。够了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能打赢金瑞，证明自己有守住镇剑佩的实力，我就让你留下，否则必须交出来。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你刚从考核走出来，现在浑身是伤。按照规则，双方较量可是不论生死。要是你死了，我还要照顾你的废物弟弟，多麻烦！我死都不会放弃，我跟你打！这老东西明知道金童身上有伤，还让他继续比试，这不是故意让他送死吗？金瑞、金大伯，你们敢伤他一根头发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！金瑞的黑甲剑将可是实打实的中阶剑灵，能自主配合宿主作战。金童的寒月剑灵才只是低阶，灵智还没完全开。这比试，金童凶多吉少喽！别忘了金家族规，剑修比试只分高下，不论生死。万一你被我和我的剑灵打死了，可别怪我心狠。来吧，我不会输。好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连低阶剑灵都控制不了的人，怎么能通过御剑境考核？也配持有镇剑佩？金大伯说的对，金童刚刚的剑修考核肯定有问题。等这场比试结束，我就立刻取消他的考核资格，绝不姑息。我就说他是作弊。就这点实力，怎么通过剑修考核？怎么配称为金家人？都是金家人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都说了，考试不论输赢，只分高下。不过确实是赖我实力实在太强了。无耻小人！现在认输，还能保住一条小命。不可以，吃了赋能丹。虽然能暂时提升修为，但事后会付出100倍代价，甚至可能会死。吃了这东西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姐姐，你竟敢！本来我还想饶他一命，既然你们冥顽不灵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看好了，我是怎么废掉你姐姐。都怪姐姐没能守住爸爸的东西。不！连入门考核都没通过的人，居然敢挑战天骄榜第32位的金瑞，搞不好他是想上路陪金童作伴呢。你打小就没正经修炼过，连入门考核都过不了，就连家族里实力最差的弟子你都赢不了。听爷爷一句劝，还是把镇剑佩交出来吧。不试一试，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？你要是能打赢金瑞，我就给你们姐弟俩下跪。下跪就免了，我要亲手废了你们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你来当见证人。你要是敢偏袒他们，我就亲自去找汪浩，让他废了你。小林，算了吧，还是让我来处理吧。我要亲手替他报仇。放心，我会留你一条狗命。算了，可别让别人说我欺负你。
只要你能打赢我的剑灵，就算你赢了。不必了，我怕你输了又找借口。你还是和他一起上吧。等会儿你可别被我打的跪地求饶。这不是他以前战斗时的习惯动作吗？为什么小林也会？小童为什么会这样看着小林？难道他……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你们金家还有这种天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金家的考核挺热闹啊。原来是你们刘家搞的鬼！刘家怎么又来了？灵光市会长快要退休了，刘家一直想压制住我们金家，把自己人送上会长之位。哼，老玩意儿，我们今天考核，你来干什么？之前的恩怨还没找你算一笔账呢，你还敢送上门来？一个小孩竟然敢这样跟客人说话！刘家主，你们要来干什么？今天金家考核，我专门带些后辈来看看金家的天才。刘家跟金家可是世仇，他怎么会好心呢？哎，这话说的就见外了。来啊，把我们的礼物抬上来。你3年前你的好大儿金峰非要替人出头，结果实力不济，被我刘家的人给打死了，这不纯该吗？可恶，他们竟然……听说今天考核出了好几个金家的大天才，专门来拜访的，可手底下的人不服气，想来比试比试。今天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们金家不会害怕了吧？我们不会怕你，爷爷让我来收拾他们。既然刘家主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家也不会当乌龟。不过要切磋，总不能白切磋。今年剑修大会，灵光市共有名额4个，按照规矩，你们每家要各出2人。现在不如就拿名额做赌注吧。好啊，我们要是输了，名额全给你们金家。不过拿出来的东西不怎么够啊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那当然是他了。要是你们赢了，我带着刘家离开灵光市，刘家的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的。就这么定了，正好会长当个见证人。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，痛快！让我看看你们金家的实力。刘家这次摆明了要赶尽杀绝，这几人的实力都不弱，尤其是那个戴面具的，更是看不透。金瑞有伤在身，甚至我们金家连第3个人都找不出来。第一场我来，金家谁敢应战？这一战就让我来吧。小瑞，你刚打完2场比赛，还撑得住吗？爷爷放心吧，我肯定让刘云爬着出去。那就开始吧。哼，金家就成为我刘家的垫脚石吧。哈哈哈哈，就这点实力，这怎么回事？刘云不过是个中阶剑境，在没有高阶剑灵的情况下，居然能赢下小瑞的黑甲剑将。这刘云有问题，他来闹事的时候剑力还很矬弱，
短短1天就提升2个小境界。小瑞，小瑞，快醒醒！就这就是金家的天才，也太弱了吧！还说让我爬出这里，连我2招都接不住。赶紧投降吧！这几个后辈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一会儿给你金家打绝后了。你第2场，我来。放心，只要我打过刘家这几人，3叔的镇剑佩就不会被夺走。小青，我们金家现在可全都靠你了。你就是灵光市第1啊，居然是个女人，希望你能比金瑞多撑一会儿。小青这是准备用全力了。刘云，我曾经看过你出手，之前你连低阶剑灵都难以操控，如今却能完美的催动黑袍剑灵，不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别废话，能打过我再说。金瑞刚才那么装，还不是被我打败了？怎么畏首畏尾的？给我打呀！没事，不要搞歪门邪道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张家张九，请赐教。 Top 12名的张九，实力在金青之上啊！难道是那个清水第1剑凶世家的张家？你也太急了，为了打败刘云，消耗这么多剑力，现在你该怎么办呢？这股剑气也太害人了！刘家这是下了血本啊！竟然给晚辈寻来了御剑境巅峰的剑灵。你这清风剑灵看着倒是挺唬人的，可惜境界比我这剑灵整整低了1个档次。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差距。小青实力确实不弱，可这境界差距根本就是天壤之别。刚才打赢刘云已经耗了不少力气，剑力又耗了这么多，压根儿不是张九的对手。我们金家这次彻底没希望了。哎呀，你们金家怎么这么弱呀？我还特意请了高手过来坐镇，现在看来都不用出手了。哈哈哈哈。金青受伤了，这根本打不过啊！这局面根本没法打。张九的剑灵不光境界高，还能熟练操控混沌剑气攻防。小青的清风剑灵实力虽强，可剑力消耗太快，撑不了多长时间。张九剑灵咽喉处往下3寸的位置，那里有一处旧伤。金灵，你别胡闹！御剑境巅峰剑灵的罩门哪有这么容易找到？你这是在害小青！再这样僵持下去，我肯定会输。小林的话，真的能信吗？这局面根本没胜算，唯有放手一搏才有生机。到此为止吧。
就是这个时机。居然赢了！金青真的赢了！这个金灵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居然能看出御剑境巅峰剑灵的旧伤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原来上次你并非偶然，你究竟是谁？就算是其他市的第一，又能怎样？还不是被我青姐打败了？别真觉得我们金家好欺负，我姐以一敌二，轻松取胜。最后一个人呢？赶紧上来被虐！看来刘家实力也不怎么样，这么多人加起来也不是小青的对手啊。大师，金家欺人太甚，还请您出手为我刘家讨回公道。讨回公道？就凭这个戴面具的，我看他连青姐的一招都接不住。待会儿被打趴下，可别哭着喊娘。这人身上的剑力气息和当年背叛我的亲信一模一样，尤其是他周身萦绕的混沌剑气，我绝不会认错。放心吧，青姐肯定能行，她连张九都打赢了。这人实力很强，剑力气息远超御剑境，我必须要速战速决。小青千万小心，别逞强啊！哦，金家主现在知道怕了。告诉你们，贾大师的实力可不止这些，他的剑灵可是半步剑仙境，别说是灵光市，就算全国都没几人是对手。半步剑仙境，金家这次真的完了。半步剑仙境的剑灵气息，我们根本挡不住，再打下去只会徒增伤亡，还是认输吧。刘家主，我们金家认。谁说金家没人了？哟，金家真没人了！既然让金童上台送死，现在嫁给我还来得及，我能保你们姐弟性命。小童别傻了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快下来！我是金家的人，守护金家是我的责任，更不能让父亲的心血白费。镇剑佩我绝不会交给你们。哎呦，好感人的场面呐，就跟金峰那个废物死的时候一样。嘴里说着守护金家，可结果呢，还不是死在了贾大师手里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父亲和你有什么过节？你竟要下此狠手！怎么会？居然是贾文！贾文，你明明是混沌剑圣的心腹，为何要投靠刘家效力？贾文，你做出这种事，就不怕他在九泉之下心寒吗？若不是他挡路，我早就成为剑圣了。因为有他在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没用的废物，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，我都要亲手毁掉，包括你。你们之间的恩怨，难道也牵扯到我父亲的死？金峰不过就是个挡路的废物而已，我还要让你们金家彻底消失！爹，快想办法！我们金家不能就这么没了！爷爷，我们家不是有混沌剑圣的封印吗？把封印里的剑灵放出来帮我们。混沌剑圣的封印已经被解开了，找不到解印之人，金家就彻底完了。金家的人可不止你们几个，还有我。哼，哪来的小鬼？小孩子也敢上台？不过是御剑境初期的剑灵，也敢如此猖狂？
滚回去！剑修不是光靠嘴说的，你连最基本的剑修考核都没过。住口！就让金陵上。爷爷，让我来。小林年纪还太小了。我和这个人还有一笔账要清算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。相信小林，如今只有他能拯救我们金家。现在求饶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剑力？比御剑境初期还要恐怖啊！不可能，这是剑仙境的气息，他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猎刃剑灵，快动手！小林，小心！不可能！御剑境初期的剑灵怎么会被这样轻易拿捏？贾大师，快想想办法！他就是没通过剑修考核的废物！什么？御剑境初期的猎刃剑灵被秒，这还是金家的废物吗？别乱说，小心没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金家后继有人呐，这个年纪就能压制御剑境剑灵啊！太好了，金家有救了！他明明一直被小瞧，怎么会有这般实力？恭喜金家主，金家即将崛起。日后，在整个古夏国，你们金家都能占据一席之地。得意什么？贾大师即便没了剑灵，也是御剑境中期的强者。这小子连剑灵都没有。出来吧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我金家封印的混沌剑绳剑灵，没想到。解开他的人竟是小林，小林真的解开了封印，我们不用离开金家了，父亲的遗物也能保住了。夏文，说出谋害混沌剑圣的幕后之人。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，没有人指使我，我就是要杀他。凭你，怎么可能引得出妖王级的妖兽？况且，七星诛仙剑阵也不是你能掌控的。没有其他人，真的是我自己要杀他。最后问一次。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我说什么？之前还说人家是废物，现在谁敢这么说？怕是嫌命长啊！小林，你赢了！小林，你赢了！你居然赢了！你守住了爸爸的遗物，你好厉害！没事了，我们赢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高手吗？怎么连个小废物都打不过？我是来跟金家天才过招的，不是你们刘家的打手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恭喜金家主，金家出了个真正的天才，我还是回家多练几年再来讨教。哎，刘公子，这是往哪儿走啊？比试的赌约没忘吧？刘家什么时候滚出灵光城啊？刘家所有产业全在这儿，你们记住，这只是暂时给你们保管，以后会拿回来的。小林呐，多亏有了你，
不然我们金家可就全完了。恭喜金家主，贺喜金家主！金家出了如此天才，实乃我灵光氏之幸。参加全国大赛的4个名额，自然全部归金家所有，所有费用我们协会全包了。小林去参加全国剑修大会的名额，就由你来定。没事吧？让我看看。这不是想让你泡得舒服点儿。小林，我帮你擦一擦吧。今天你面对猎刃剑灵的时候，后背蹭到了碎石，是不是伤口疼了？我再小心点儿。对了，这次的全国大会你准备让谁去？我们金家现在有3个高手，要不你喊张九去吧，我看他也很厉害。他有自己的名额。对哦，那还能有谁呢？还有你。不行不行，我太弱了，去了会丢人的。别怕，有我在，谁敢说你丢人？小林呐，来爷爷这里。以前是大伯不好，要打要罚你们说了算，希望看在都是金家人的面子上，就原谅我吧。以前我这样对你们2个，你还不计前嫌带我去全国大会，我实在羞愧。以后要我做什么，只需要你一句话。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你们了。以后要是再打镇剑配的主意，后果自负。庆贺金家进入全国大会。站住！为了防止妖族奸细混入混沌剑圣大人的追悼会，我们奉命盘查金出云锦市之人。我知道你们金家靠着混沌剑圣大人上位，如果没有他，你们这群土包子还真来不了云锦。今天进士名额满了，明天再来。小事我赶时间，等剑圣大人追悼会结束，找你喝酒。吕叔，您慢走。你不是说名额满了吗？那家伙凭什么进去？乡下人懂什么？吕叔跟剑修协会会长有旧交，你们灵光市那点实力，能拿到邀请函就该偷着乐。明天记得早点来。哼，云锦市就了不起，剑修看的是实力，不是出身。既然你们想见识一下，我就让你们明白什么叫云锦的待客之道。这是官家的剑心境初级剑灵，居然给了官氏。小地方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，居然招惹关公子，欺负我们灵光市没人。我要让你看看，金家的人不是软柿子。哈哈哈哈！不自量力，给我碎！小瑞没事吧？废物就是废物，到了云锦市就是个任人踩的货色。就凭你们也配来参加剑圣大人的追悼会，还不如早点滚回去。我们金家绝不能这样丢人。我们金家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了算。这清风剑灵还有点意思，可云锦的剑灵可不是小地方能抗衡的。这位金家姑娘的剑灵手段是真的强，可关家那剑灵的防御也太吓人了。关氏在剑心境近临至少5年，剑力根基比地方来的金青扎实多了。久战下去，金青必输。怎么样？榜单15名，我看不过是中看不中用。你们灵光市没有一个能打的吗？
是谁干的？哈哈哈哈哈！现在谁才是没用的家伙？连我姐姐都打不过。关公子，我们是持有邀请函前来的，你却无端拦路，还动手伤人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在剑圣大人的追悼会现场门口肆意打斗，太不成体统。王先生，您可算来了！他们金家的人来闹事，还动手打我。我只是按规矩核查邀请函而已。他们不仅态度蛮横，还召唤剑灵动手。你看我身上的伤，还有我那受了委屈的剑灵。满口胡言！明明是你故意拦着不让我们进去，分明是你们出言羞辱，说云锦剑修都是没用的人，还诋毁剑圣的追悼会。我实在气不过才还手，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讲理。官氏，邀请函是协会统一凭证，你阻拦持函者还先动手伤人，这也叫认真核查？我是担心他们是妖族伪装的，灵光市位置偏僻，难免会有疏漏。妖族伪装者不可能带有协会专属的剑力印记。去核查官氏今日的值守记录，还有入口的剑力监测日志。实在对不住，是我们安排不周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这件事我一定彻查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还请各位先去参加剑圣追悼会，追悼会还有半小时开始，我先带各位去休息室稍作休息，稍后再带大家入场。让你办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不对劲。官氏的剑灵是官家精心寻来的，只有寥寥几人知道其左腿有旧伤。究竟是谁看穿了这一点？我怀疑是金鳞。金家只有4个名额，居然带了一个孩子，而且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，像是在询问他的意见。你是说金家那个连基础剑修考核都过不了的废物？父亲，那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奇怪，明明没有任何修为，却让我有些害怕。算了算了，混沌那家伙生前朋友遍天下，可能是哪位高人暗中出手卖他个人情罢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不能让外人看了我们协会的笑话。金童那个孩子呢？他可是混沌的挚爱，别怠慢了人家。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了最好的休息室，待会儿他就会去参加剑圣追悼会。那就让这丫头送他一程，不然该骂我了。对了，贾文怎么样了？回来后说完那几句话再也没醒，究竟是谁出手伤得这么重呢？如果还不醒的话，那就让他彻底醒不过来。副长少主，不好了，追悼会现场出大事了！好大的胆子，没看见我们在谈话吗？如果不是天塌下来，你就等死吧！妖族是妖族，有妖族混进了追悼会现场。什么？各位同道，这里是混沌剑圣的长眠之地，怎容这些妖孽在此撒野？让我青山田某前来领教你这妖税！妖孽！今日我田某就算拼上性命，也要拉你一起陪葬！人族要完了！若是混沌剑圣尚在人间，何愁灭不掉这妖孽？只可惜天妒英才呀！幽厉雨，
他怎么会出现在人族都场？尤利宇，忘了妖族与人族的契约了吗？汪会长，王浩，把这畜生赶出去！混沌剑圣在天之灵，不容亵渎。100年前，人族与妖族在混沌山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，约定互不踏入对方领域。你今日擅自闯入我人族首都，还扰乱混沌剑圣的追悼会，难道就不怕引发两族大战吗？对，有契约在，让他退回去，退回去！现在的人族，没人能跟他谈判。契约，王浩，契约这种东西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对等的基础上的。一会儿抓住空隙逃走，千万别硬拼。青铜说的没错，金灵，我来掩护你撤离。为什么？金灵已是剑圣境界，他出手一定可以解决。他现在还小，幽厉羽修至剑圣数百年，金灵根本不敌。只要金灵活下去，日后才能为我们复仇，人族才有希望。就算我殒命，他也必须活下来。那就让我先赴死。金灵，帮我们守住金家，还有替我照看父亲。昔日你们有混沌剑圣坐镇，他实力盖世，逼得我妖族只能立下誓约。可如今他已经不在了。混沌剑圣是人族顶梁柱，他离世我们悲痛万分，但这跟你毫无关系。连自家最强者的死因都查不清，只会用仪式假装哀悼，把胆怯藏起来的族群，凭什么和我妖族平起平坐？休得胡言！你是要向整个人族挑起战争？那又如何？你们的时代结束了，今日起，100年前的约定就此作废。这座云锦市就是我妖族重回大陆的起点。你这是在和整个人族为敌！你当真以为没有人能压制你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以为我不知道？混沌剑圣一死，人族仅剩的那几个老家伙可不在灵光市，就算在，他们也不会出手的。我只给你们10秒，10秒后若无人应战，我便先毁了这个可笑的追悼会，再把你们所有人都化作焦土。10、1还不够格，9。金童，你快走，务必保护好金灵。7、6。别坐以待毙，大家一起出手！天要亡我剑修一族吗？3。1。吵死了！既然你一心想领教，那我便做你的对手。那就让我来当你的对手。
那不是灵光市金家来的小子吗？就连汪会长都不是对手，他居然敢叫嚣幽厉语！金莲，我们已经知道你很强了，你不需要再出手证明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活下去。你疯了！在场这么多高手都不是对手，就连汪会长都……你现在上前，只会送死。金鳞，这次我要站在金瑞这边。人族无剑仙境巅峰强者，只有你是唯一能够超越混沌剑圣的人。你是人族剑修的希望，绝不能就这样去送死。未来剑仙，金家人还真是不自量力。人类的小崽子，口气不小。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能接住我一招，我就让你离开这里。孩子，快走！这里有我们！想杀我的族人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报上名来！老东西，想知道我的名字你还不够格。你只需知道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来吧。人族的狂妄小辈，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！雷击兔刺！四电横扫！不好，这是幽厉雨的杀招，大家一起出手，不然不光我们会死，就连灵光师也保不住。王会长都这样说了，我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啊！如果我的好友混沌剑圣还在，你们妖族岂敢这样猖狂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过他已经……这是混沌剑圣的绝学，混沌剑掌。人族再弱，也不是你们妖族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是混沌剑圣的气息。这就是我们人族剑修的英雄，少年剑仙，少年剑仙，人族救强。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！这个年纪居然就摸到了剑仙境的门槛，这妖族三大妖皇之一的幽厉雨都被镇压了。金鳞，你也太强了吧！
刚才那一掌直接把那个浑身冒电的家伙捏爆了，能不能当我师傅，教我修炼剑气？金灵是我们族弟，收你当徒弟岂不乱了辈分？你这急性子，给你100年也学不会混沌剑气的操控。这本是本次剑修大会的冠军奖品，如今我便宣布，此次冠军便是金鳞。大家可有异议？少年英雄不当冠军，还有谁能来当？没错，要不是金公子出手，我们现在可是给你成了尸了。冠军！我反对！剑修大会3年才能举行一次，多少人为了这个冠军头衔准备了整整3年。如今就算是金轮打败了幽烈羽，也要按规矩来，不能坏了剑修界的规矩。关氏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家金鳞可是半只脚踏入剑仙境，刚才那只幽厉羽都被他捏爆了，怎么你比剑仙境更强？如果按境界论胜负，金家剑修考核的时候你就不会输了。难道金大少爷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丢人的了吗？你够了！我说冠军是金鳞，就是金鳞。汪会长，你要坏了剑修界的规矩吗？我不能坏了规矩。剑修大会我会参加，等我在大会中取胜了，再把冠军给我也不迟。不愧是少年英雄啊，那就按你说的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刚刚那招混沌剑掌是不是混沌剑圣的绝学？你是怎么会的？当然是跟混沌剑圣学的了，别忘了他可是我姐夫。哈哈，对对对，瞧我这记性！哈哈哈！希望以后你能一直做我们人族剑修的英雄啊！你交代我的事办完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就一张破纸，你居然拿命来换，真是愚蠢！你懂个屁！这东西你拿着是破纸，交给我，它可就是能帮我突破剑仙境巅峰的宝贝。看清楚了，这个气息，这个招式，他回来了，他真的回来了！你们说的是谁啊？难不成是混沌剑圣那个怪物复活了？这跟你就没关系了。把我要的东西留下，可以滚回妖族了。要不是有求于你，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，早死在我的剑下了。你认识这东西吗？这是剑仙之心。传说中只有在刚死的剑炎境强者身上才能取下，蕴含着磅礴的剑力。那这是哪来的？你忘了，不久前被幽厉羽杀掉那个剑仙境强者。东西给你了，还有这张剑修大会的邀请函。接下来去灭了金家4人，尤其是金童，他是金灵的软肋。可我们还没确定金灵就是混沌剑圣，真的要出手吗？汪会长那边，你管那老东西干什么？恭喜汪公子晋升为剑仙境初期。你吃了它。别怪我，只有吞噬了你，把我自己与剑灵融合，变成半人半灵，我们才能超越那个家伙。混沌剑圣，这一次我会亲手把你送回黄泉。说，你到底是不是他？是不是混沌剑圣转世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是我未来姐夫？这招混沌剑掌真是他教我的，我就学了这一招。我在想什么？你要是他的话，那我真正的弟弟又去哪儿了？等我找到当年背叛我的幕后黑手，查清围杀我的真相，我就会告诉你一切的，彤彤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姐姐，
未来姐夫出门前让我转告给你几句话。彤彤，这辈子认识你是我最大的福气。万一我不幸战死，你千万不要难过，我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用我的剑力守护你。还有，你酿的桂花酒很好喝。这个人还是这么贪图我的桂花酒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准备剑修大会。对了，金林，我包里有一瓶桂花酒，反正他也喝不到了，你就喝了吧。姐，你放哪儿了？没看到啊。因为我根本没带，你一个小孩子喝什么桂花酒？小心喝醉了，明天剑修考核发挥失效。哎呦，我只是帮我未来姐夫吻一吻，又不喝，快松开我！诸位昨日也看到了，妖族来势汹汹，虽然斩杀了幽厉羽，可妖族还在灵光市周边盯着我们。为了让大家变强，抵御妖族入侵，今年剑修大会临时改变规则。这怎么回事？剑修大会的规则怎么能临时改变？我都准备了3年了。就是啊，为了今天我突破到断灵境，这怎么回事？太不公平了！听我说，今年的大会地点改在了万剑渊。怎么会是万剑渊？金林，你现在可是少年剑仙，半只脚踏入剑仙境，不就一个万剑渊，不会怕了吧？金林，这万剑渊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难道你听说过？万剑渊是人族剑修禁地，那里曾经叫万兽剑谷，100年前末世降临时，最先开始异变的地方。里面的妖兽被混沌剑气侵蚀，开始自相残杀，形成了大量狂暴的无主剑灵。可这都100年过去了，里面的狂暴剑灵应该也消散的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可怕的吧？最开始发现剑灵存在的时候，就是在万兽剑谷。有人发现那些异变妖兽死去后会留下灵体，与天地间的剑力融合，形成剑灵。另外，万兽剑谷是妖族的祖地，因为被我们人族剑修赶走了，才变成了人族地盘。可他们走了，不代表里面的剑灵很弱，那都是最原始、最狂暴的剑灵，而且蕴含着浓郁的混沌剑气，极易让人的剑灵失控。这么危险的地方变成大会场地，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寒月剑灵也未必能抵御住狂暴剑灵的攻击。我就知道这老头没安好心！不比了，不比了！还是回灵光市金家好，至少安全。不，万剑渊危险跟机遇并存，虽然危险，但里面的秘宝无数，还有大量蕴含剑力的灵晶，只要能活着出来，至少能提高一个境界。而且我能感觉到，里面有当年我留下的东西。各位剑修，踏入万剑渊，寻找你们的机遇，提升自身实力，让我们彻底消灭妖族。切记，进入万剑渊后，你们会出现在随机位置，只有2人牵手进入，才能在同一个位置相互扶持，活下去的几率更大。青姐，我们快走，去寻找灵晶，提升境界。金灵，保护好金童，遇到危险就用剑行令牌召唤剑力。我们在出口汇合，我们出口见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人族剑修的未来不能没有你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就用这张剑符呼救，我就带人救你出来。金童，我要让你在痛苦中死去，让混沌剑神尝尝失去挚爱的滋味。少主，贾文已经进去了，只是我们为何要让他去杀金童？直接除掉金鳞，不是更省事吗？你懂什么？只要金童一死，不管他是金灵还是混沌剑圣，都会悲痛欲绝，心智大乱。到那时，我手中的迷魂剑香就能在他心智最薄弱的时刻将他控制住，让他沦为我的傀儡，供我驱使。到那时，整个灵光市剑修界都将归我所有。
那是什么东西？这里的混沌剑气好浓，我的剑灵都有些躁动不安。别怕，这地方我闭着眼都能走出去。当年我曾在这里修炼过。又在说大话了，我们赶紧去找无主剑灵和灵晶吧。这次剑修大会，谁猎杀的无主剑灵收集的灵晶最多，谁才能夺冠。我们可不能输给别人。看来现在的剑修都忘了，人类第一个踏入万剑渊、签订剑灵契约的人是我，混沌剑圣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道剑气，我都再熟悉不过。这是什么？里面蕴含着很强的剑力。这是狂暴剑灵死后凝聚的灵晶，能提升对应属性的剑力。这个是毒系的，对我们俩都没用，不过用来兑换积分倒是可以。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吓人，看来我们还是有希望争夺冠军的。锦麟，好久不见了。嘉文，你居然还活着，是幽，不对，你是混沌剑圣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好，这是万剑渊的幻象剑灵，能迷惑人的心智。姐，快醒过来！鸡头，别被他骗了！我才是真正的他，才是那个要护你周全的人。果然，你就是混沌剑圣的转世！关氏，动手，务必拖住他！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的混沌剑气太过强悍了，还是请少主亲自出手吧。少废话，跟我一起上！只要能拖住他，等贾文得手，我们的计划就大功告成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便赏你一支更强的剑灵。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里纠缠，敢拦我的路，纯属自寻死路。少主，我的剑灵被他撕碎了，我的剑力也折损了大半。等事成之后，我赔你一支更强的剑灵便是。看来不拿出点真本事，还真治不住你这个混沌剑圣转世。又是妖族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哼！幽厉雨能闯入灵光室，果然是有人在暗中相助。不过，就凭这东西还拦不住我。你们记好了，若是敢伤金童分毫，我便让整个汪家为他陪葬，让所有背叛我的人都血债血偿。我当然知道拦不住你，可现在呢？你觉得你还能追得上金童吗？金童，等我！你们二人给我记好了，
待我寻回金童，定会回来清算你们的所作所为。我们还要继续追击吗？他的修为已然深不可测，以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阻拦。如今已然确定他是混沌剑圣转世，插翅难飞。只要金童陨落，他便会沦为我们手中的棋子。何方邪祟，竟敢暗中算计金童？我便是混沌剑圣，今日我要带着我的童童离开此地。一派胡言！混沌剑圣绝不会伤害金童，你这虚假幻影不过是万剑渊衍生的幻象剑灵罢了。混沌剑圣说好要饮桂花酒，品尝我亲手酿制的桂花酒。夏文，你怎会变成这般诡异模样？你的剑灵究竟去往何处？皆是拜金家与混沌剑圣所赐。我融合剑仙之心与修罗剑灵，才化作如今这般模样。但这又何妨？我已然脱胎换骨，实力大增，足以抹杀你们所有人，让混沌剑圣饱尝痛苦。上一次我们能将你击败，这一次依旧可以。有本事便冲着我们来，不许伤害金童分毫。我无意与你们二人纠缠，今日我只有一个目标，斩杀金童。只要他一死，混沌剑圣必会痛彻心扉，这便是我想要的结局。金童，快躲开！这金鳞倒是护得紧，自己半分剑修考核积分不要，全给了金童。会长，万剑园内突发异状，刚刚发生了剑力爆炸，还检测到大量混沌剑气波动。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暂时只有属下一人知晓。会长，我们也按您的吩咐，带着贾文试探金鳞的身份。如今他的身份已然揭晓，可我们刘家的剑修产业却全归了金家。住口！会长息怒，我父亲并非有意抱怨，他只是想说刘家愿为会长效犬马之劳。可如今没了产业支撑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们刘家。等此事了结，别说刘家原有产业，整个灵光市的剑修资源都归你们掌控。多谢会长，只是属下不解，为何允许让贾文去杀金童？万一他失手，金灵岂会善罢甘休？定会找我们算账。你懂什么？贾文杀不杀得了金童，根本无关紧要。只要他对金童动手，金灵必定会赶过去。只要金鳞踏入这里，我便立刻引爆提前埋藏好的剑力核心。到时候不仅能除掉金鳞这个心腹大患，所有知道我秘密的人都会一同化为剑下亡魂。这才是我为他准备的真正的送别礼。哼哼，你们两个怕什么？动手的不是你们，更何况留着你们，我还有重用。你们只要乖乖的听话，本会长是不会亏待你们的，否则万剑虚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这是灵河剑心，就你们如今的御剑境实力，根本不堪重用。找机会吞了这灵河剑心，若是敢坏了我的大事，我便让整个刘家都为你们陪葬。会长，这灵河剑心需要吞噬剑冥才能融合，万一我们控制不住体内的混沌剑气，岂不是会走火入魔？控制不住，那是你们自身本事不够，要么吞出心河变强，帮我做事，要么现在就自绝于此。你们选哪个？我们选变强，多谢会长栽培。记住，3日内必须融合完成。万剑渊里的好戏，还需要你们来收尾。混沌剑绳啊，混沌剑绳，你的心上人若是死在你面前，你还能保持那份隐忍吗？想动金童，
先过我这关。快走，别管我！金童，我们快走，我们去找金鳞。青青姐，你们别管我，我来断后。游戏结束了，乖乖受死吧，金童小姐。金童，你快去找金鳞，我来拦住他。金青姐，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，大不了我跟他拼了。没想到金家的秘传剑技竟然会用在这种地方。为了救一个废物，你倒是肯拼命。这秘传剑技用完，你的剑灵也会重伤吧？有种别躲在龟壳里，跟我正面较量！来呀！废物终究是废物，没吞噬灵河剑心之前，我就已经比你强了。现在的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。此刻再也没有人能救你了。冰封术。我乃金家之人，即便生死，我也要与你死拼到底！蝼蚁之辈！你动用这种低阶剑灵，简直是对我的羞辱！贾文，你敢伤他分毫，我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耶！别怕，我来了。金青姐跟金瑞哥他们呢？他们两个为了救我，被贾文重伤，现在生死不明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汪浩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3番5次做这种事？贾文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是汪家豪逼我这样做的，我不该对金童小姐下手，求你饶了我吧！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汪家豪那点御剑境的本事，怎么可能布下这么大的局？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你就去见阎王吧！不要！我错了，求你给个痛快！小林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青姐跟金瑞哥吧。这个混沌剑圣比之前更强了。会长，金灵现在的位置不对，我们布置的剑力核心能伤到他吗？他就是我的剑力核心，
现在就是最好机会。持此剑符，前往万剑渊处理残局。若金灵尚有残魂，以剑灵核心吞噬他，将剑符放在他身亡的地方，你们会成为新的剑修霸主。明白，会长，我们必定完成任务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。这家伙被改造成核心，差点让我中招。还好我及时赶到，找到了金青与金瑞。他明明是你姐夫的心腹，为何屡次对我下手？他并非亲信，混沌剑圣正是因他背叛而亡。这怎么可能？事情说来复杂，日后再慢慢告知你。我还活着。你当然没事，只是动用金家秘术，生命力流失严重。出去后我再想办法补救。你们怕是没机会出去了。剑灵尽散，这小子又身负重伤，根本无路可走。就算我受了伤，就凭你们两个，根本赢不了我。混沌剑圣都到这地步了，你还打算瞒着他们吗？混沌剑圣，金灵，他在说什么？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！混沌剑圣已经不在人世，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用意？他根本就没有死。要是他真的死，你们说说看，为什么金灵能使出混沌剑爪，还对只有混沌剑圣去过的万剑渊一清二楚？他根本就不是金灵，他是借尸还魂的混沌剑圣，就是杀害金灵的凶手。你跟我说，他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？你到底是小林还是混沌剑圣？这果然是你们设下的离间圈套。不管他是小林还是混沌剑圣，他终究是我们这边的人。这件事等出去之后再查明结果。哼，我姐夫是怎么死的，你们几个人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还没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反倒先来污蔑我。至于我为什么会混沌剑爪，你去问问他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们金家封印的高阶剑灵，他应该不会混沌剑圣的招式才对。我的姐姐啊，金家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高手，怎么可能封印得了高阶剑灵？你好好想一想，除了我姐夫之外，还有谁能封印得了他？你说的没错，金家祖上最高境界也只是剑仙境，确实没有能封印高阶剑灵的人。既然你不愿意承认，那我就动手把你打回原形。啊！这是剑仙境的混沌剑气，你竟然已经达到了剑仙境！怎么，你能登顶剑圣之位？难道我就没资格突破到剑仙境？童儿小心！你们两个真是自寻死路！哈哈哈哈哈！金家的后生们，我们又碰面了。这一回你们没那么容易脱身。只要除掉金灵，你就会成为我的人，而我们也能成为真正的剑仙霸主。刘家的没用之人，当年在金家抢夺镇剑佩，被我打跑，现在还敢前来送死。今日便让你们开开眼界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围杀。我们3位剑仙境的高手，你们只有1人，就算再强，难道能以1敌3？小林实力虽强，可1人对抗3人，根本撑不住。我们该怎么帮助？就凭你们俩，现在连我都打不过，还想去帮别人？照顾好他，情况不妙立刻撤离。哼，
你这没用的小子，之前你让我难堪，今天我要加倍奉还。哼，你们怕是忘了，还有一位剑仙境的强者存在。不，我的剑仙之力，王浩骗了我，这灵魂剑心有反噬。就算会被反噬，我也要为我而报仇。哼，没用的东西，融合灵和剑心还这么弱，这个你拿着。你真是执迷不悟，这种肮脏的力量也敢动用。不要！别夺走我的灵和剑心！少主，我们赶紧逃走吧！刘俊杰和刘云都死了，我们两个根本不是金陵的对手。逃？我们能逃到哪里去？就算逃回去，我父亲也不会放过我。我父亲说过，这件东西能取他的性命。这是父亲专门为你准备的锁魂剑符，就算你体内剑力再旺盛，也会不断流失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究竟是什么来头？现在就亮出你的真实面目！你在说什么？去吧，动手！寒月剑灵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比剑圣更厉害的存在，这是剑仙境的剑灵。剑力复苏以来，传说中有处地方叫剑冢，那里是万灵之府，最强的统治者被称为无声。无声麾下有2员大将，就是寒月和暗影。可这些都只是传说，怎么会真的存在？吾乃剑圣大人座下剑灵，岂容尔等小辈放肆！锁魂剑符还在烧，你撑不了多久的。我父亲马上就会赶来，你们全都得死！剑圣大人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原来金家封印的竟然是剑心境剑灵，没想到我用了这么多办法都没能除掉你。王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本来打算把你当成祭品，没想到我的儿子竟然先一步丧命。现在4具剑圣尸体已经凑齐，是时候把他们放出来。小林，你见多识广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想到还有你认不出来的东西，很快你们就知道了。王浩，你竟然用同族剑修来做祭品！这里是剑冢，是我们的家乡。这里是剑冢，是我们的家乡。这里是剑冢，是我们的家乡。会长果然信守承诺，100年了，我们妖族终于能重新踏上这片土地。这些人类剑灵，就当是我们回归的开胃点心。混沌剑圣的转世。刚好要杀了你，就能报100年前妖族被镇压的仇恨。混沌，你瞧瞧，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人类很快就会被妖族吞并，而我呢，我会成为新的主宰者，将成为这世间唯一的真神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确实就是混沌剑圣。我就知道你还活着。那原来的小林去哪了？放心，他的灵魂只是在潜水。等这件事解决之后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醒过来。小林，
不对，剑圣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这么多妖族根本挡不住啊！还是叫我小林吧，剑圣这个称呼太别扭了。我们先走，回去把情况告诉其他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竟然放他们跑了？人类已经杀过来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让他们走吧，剑圣他们赶过来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就算人类集结了所有力量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剑圣了，他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哈哈哈。你说你是混沌剑圣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解开妖族封印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。金家的小伙子，你年纪轻轻就踏入万剑渊，我们都很敬佩你。但混沌剑神是整个人类族群的英雄，不是你能随便冒充的。我说你们这帮老家伙，说句实话还不相信。我问问你，万剑渊的爆炸你们难道没看见吗？那些参加剑修考核的人早就被炸死了。那些都是我们族里的天才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炸死？就算你说的是事实，那你怎么还活着？这还用问？有混沌剑圣保护，怎么会死呢？你们说的这些也太诡异了，没有证据的话，我实在难以相信。136年前，混沌剑圣带18人剑修小队进入剑冢调查异变，最后出来了4人。124年前，混沌剑圣又带领40人进入，最后只有2个人和一只剑灵活着出来。活着出来的2个人里，其中一个是剑圣，另一个人就是你王永旭。剑圣，真的是你呀！啊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之前到底是谁害了你？汪浩买通了贾文，在追捕高阶妖兽的任务中，他偷袭了我。老会长，这些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但只要仔细查阅资料，也能知道，就能弄清楚真相。别被他给骗了。我儿子可是汪会长面前的得力干将。汪浩把封印解开了，妖族，好多妖族啊！王浩这个卑鄙小人！混沌剑圣，你有任何吩咐尽管开口，我关家全族都会支持你。看来汪浩背叛人族此事是真的，该如何是好呢？这事简单，先通知全国，让所有御剑境剑修在此地集合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，都要在1天之内赶到这里。到时候不来的，就按叛族的罪名处置。我贾家小辈虽殒命万剑渊，但我贾家绝非无人可用，我这就传令全族。据我所知，此次剑修大会上有不少天骄未曾赶来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这就去通知他们。可即便如此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当年封印妖兽之时，我已在万剑区布下3座剑阵，只要重新启动它们，便能暂时减缓妖兽冲出封印的速度。这便是我们的第2步计划。这件事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就让我前往万剑渊，找出那些封印剑阵吧。不行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。你带领协会的弟子去疏散城里的平民。妖兽刚破封印，必定会先对离他最近的云锦市城下手。多谢剑圣信任，我就算拼上这条性命，也绝不会让平民受到一丝伤害。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笑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您老人家见多识广，就请您帮我找3个契约剑灵，交给金童他们3人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契约剑灵没了，我就没法上阵斩妖除魔了。等拿到新的契约剑灵，我直接冲到汪浩面前，亲手斩了他。你别这么冲动，那边大妖坐镇，汪浩又吸收了协议剑力，实力大增，咱们硬拼只会白白吃亏，必须按照小林的计划行事。不管你是我认识的小林，还是人人敬仰的混沌剑圣，我都坚信你一定能守住人类剑修，守住我们所有人。你就是混沌剑圣？吓我一跳，原来是李秋这孩子，有点意思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察觉。李秋现在可是榜单当中的第1名，他的契约剑灵是刺客剑灵，潜伏和刺杀这类事儿，他最擅长了。老会长，
你怎么把我的底牌全都泄露出去了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没什么好藏的。他是唯一能潜入万剑渊找到剑阵的人。万剑渊里面危机四伏，找到阵法的事就拜托你了。为了人族的安危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。不过等封印完妖族，能不能和我较量一场？好，没问题。要是遇到危险，就把它捏碎，我会立刻赶来帮你。原来你就是混沌剑圣，金青得到你的指点打败了我，我输得不冤。真没想到我的孙儿竟然就是混沌剑圣，我们金家真是祖上积德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事儿整的，我竟然不小心骂了混沌剑圣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以前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。小林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绝对不会再拖大家的后腿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帮他们寻找剑灵，金青和金瑞的剑灵都已经找到了，唯独金童的，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，他现在还遭到了反噬，连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小童，你怎么了？金童小姐遭遇剑灵反噬，但反噬她的不是王老会长找来的契约剑灵。大伯，之前你为什么想得到镇剑佩？哎呦，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？问你话就赶紧说。我听说镇剑佩中封印着一个可怕的契约剑灵，就想抢过来给金瑞用。但这都是听说的，我也不知道真假。对了，它叫镇剑佩，那只剑灵就在里面。小林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变成你原来的样子吧，看看这东西的气息，你熟不熟悉？这是传说中的剑灵寒月，你连这东西都有？这就是金家封印的剑灵。什么？我们金家封印了这种东西？早知道不抢镇剑佩，直接解开封印了。啊！哼，果然，传说中的剑灵有2只，分别是寒月、暗影。原来暗影就在镇剑佩中。金童的反噬是你造成的，既然你现在恢复了，就帮他解除吧。小林爷爷，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镇剑佩里封印的是暗影，如今封印已经解除了，你的反噬也痊愈了。各地的剑修都已经在这儿集合完毕，就等你来下达后续指令了。我们已经找到了汪家所有的据点，还搜出了不少妖族的通讯符和祭祀用品，足以证明汪浩和妖族勾结。张九，你的剑灵是不是具备控场能力？没错，只要有需要，你尽管吩咐就好。我担心李秋一个人应付不住，你去帮他一把。下一步该怎么做？等李秋和张九启动法阵，我们就向妖族发起进攻。可恶的汪浩，竟敢把法阵的消息泄露给对方！我们干脆强攻吧，再拖延下去，只会有更多妖族涌出来。你们终究还是来了。汪浩，市警服已经触发，有人类从西侧山道潜入进来，我猜他们是来启动你之前提到的那个阵法，要不我去把他们解决掉。不过是2个小孩而已，让10甲妖将去应付就够了。我们的大事绝对不能被这种小事耽误。是妖王大人！妖王大人再过半个时辰就能完全脱困，到时候我们直接杀进云景市，把那些人类全部铲除。哼！不，我们改去灵光市。我们要去灵光市？灵光市不过就是个小地方，就算毁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哼！灵光市是剑圣的故乡，而且现在的云锦市肯定聚集了不少人手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毁掉灵光市，到时候剑圣必定会乱了阵脚。等3大妖王全都到齐，就直接除掉他。好，就去灵光市，我要让剑圣也尝尝失去家园的痛苦。
再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不光我们俩会丧命，还会白白浪费时间。只能向剑圣大人求助了。小童，你跟着爷爷他们返回灵光市，到那里负责转移平民。我猜汪浩会去偷袭那里。李秋他们遭遇不测了，现在的人族没有一个能依靠的。这很正常，我本来就没指望他们能启动法阵，只要帮我找到他就好。要不要派些剑修跟你一起去？万剑渊现在到处都是妖族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他们撑不了太长时间，我必须尽快赶过去。小童，等我回来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等你回来一起喝桂花酒。就差最后一步了。你们这帮小崽子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赶紧乖乖受死！我来牵制住他，你去启动马阵。我们成功了！你们高兴的太早了。这点攻击力也想杀我？剑圣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你再晚来一会儿，我们恐怕就要栽在这里了。恭迎妖王重返人间。王浩，你做得很好。不好，人族启动了法阵，这会拖延妖族出来的时间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既然他们敢偷袭我们，那我们也去偷袭他们。巨臂妖将，你和汪浩守在这里；蛇尾妖将，你跟我去灵光市。遵命。遵命。等你们和金鳞拼得两败俱伤之后，我就用这迷魂剑香控制住你们，成为真正的万剑之主。平民转移还剩多少人？还剩下200多人，城边的老弱群体行动迟缓。妖族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灵光市？人类小鬼，快让金童出来，不然我就把你们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妖王大人，救我啊！我以为多厉害呢，结果打不过就喊大人帮忙。废物东西，连2个人类都打不过。谁是金童？怎么回事？6翼妖王怎么突然去攻击灵光市了？剑修基本都在云锦市，那里可没多少人呐。我已经联系了所有能联系的剑修，最快也要1个时辰才能到灵光市，可灵光市那边恐怕撑不了1个时辰。哎呀，金家出了事，我们怎么跟混沌剑神交代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万剑渊方向传来强烈的妖力波动，似乎有更多妖族要冲出来，他们要对云锦市发起进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双线告急，混沌剑圣还在启动法阵，我们到底该先救哪边？你就是混沌剑圣，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真搞不懂众人为何都怕你。指甲妖将临死前早就跟我说了，我才不会被你偷袭成功。那他有没有提醒过你，一定要好好提防我？这就是剑圣的绝学混沌剑掌，我得加倍苦练，和他完全不是一个水平。还好我早见过他的本事，想跟他交手，下辈子都没机会。
第3座法阵在汪浩解开封印的地方，你们带着韩月、暗影剑灵前去查看。要是没有新妖王出现，就让剑灵牵制汪浩，你们趁机启动法阵。要是有新妖王，马上全速逃跑。那剑圣您准备去哪里？我去斩杀6翼妖王。你就是金童，刚好用你的命把混沌剑圣引出来。爹，我要跟你拼了！什么人敢拦着我做事？别挡我的路！100年没交手，你倒还是老样子。可惜呀，我也早已今非昔比了。小林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去死吧，混沌剑圣！小林，别管我们，赶紧带金童离开。黑甲剑将，随我杀！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太强了，完全破不开他的防御。当心！这是你自找的。停下！快停下！我认输。继续。就等剩下的2个妖王出现了，到时候为我所用，我看谁能拦我。你们倒是来得快，不过晚了。最后的法阵被我用妖血污染，没有半个时辰，根本解不开。少废话，赶紧让开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这高阶剑灵就是不一样，可惜混沌剑圣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实力。不好！这些妖族被汪浩的符纸强化了，寒月剑灵不是对手。这妖族的力量就是比混沌剑圣研究出来的剑力强。暗影剑圣大人，你去拖住汪浩，我让刺客剑灵去破坏他的符纸。就这点手段，混沌剑圣没教你们更厉害的招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简直找死！韩月，暗影剑灵大人，别管我们，快去解开封印！汪浩，气果然没有食言。是新的妖王，汪浩要控制他们。汪浩，你以为吸收了点妖力就能指挥本王？痴心妄想！想控制我们当你的傀儡，不如你先当我们的奴隶如何？既然控不住，那就毁了你们！收了你们的妖核，一样能成为万灵之主。
王浩，你不仅勾结妖族，还帮他们解开封印，你对得起整个人族吗？我儿关氏就是被你利用，今天我要为他报仇。两位妖王，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，混沌剑圣不在，大好的机会可别浪费了。我们不如先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再去解决我们的恩怨。好，我暂时信你一次，但要是你敢耍花样，我先用雷电劈死你。不过杀了混沌剑圣后，你得把核心力量给我，我要用来修炼幻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成交。不好，这是最难对付的两个妖王。老东西，100年前就是你破我幻术，现在你又来！不行，得去启动法阵，不然这些妖族根本杀不死。想破坏法阵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已经用妖血和剑力加固了法阵，除非杀了我，否则谁也别想停掉它。守住，一定要守住，等混沌剑圣来。就算只剩我一个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过去。我们输了吗？游戏结束了，你们的混沌剑神现在还在灵光市跟妖王死斗，等他过来，只会看到你们的尸体。你们这些人类可真不知死活！别浪费时间了，杀了他们，我们再去找混沌剑圣。啊！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你怎么会来？他在这儿呢。即便你吸取了妖力，成为剑炎境巅峰，仍然不是我的对手。混沌剑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当年我没能彻底铲除你们，是我失策，就用你们的命来偿还这些年被妖族害死的人类。混沌剑圣，别以为杀了妖王就能嚣张！哼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是没有长进。不，我不能就这样死！混沌剑神，不，剑神大人，饶了我，我这就滚回封印。现在求饶，晚了。没想到100年后妖族入侵，还要靠你解决。小心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混沌剑圣，你毁了我的计划，我要你死！汪浩，你吞噬妖核，已经彻底沦为怪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杀我？那你来试试。怎么样，混沌剑圣？感受到这股力量了吗？就你们两个，还敢来！大家跟我一起上！不能让汪浩伤他。我们是人族，绝不能输。一群蝼蚁也敢来送死！
寒月、暗影，借你们的剑力一用。这是传说中的最高境界，无声剑圣。我守护的是人族，是我的亲人，是所有无辜的生命，而你只为一己私欲，永远不会懂。混沌剑圣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！我该走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我教你的都学会了吗？去吧，守护你想守护的人。姐姐，我饿了。小林，你醒了，吓死姐姐了！金童妹妹，我来喽！姐姐，他们又来欺负我了。哎，这是真的，小林。混沌剑圣那家伙跑得也太快了，我还没跟他打一场呢。我们虽然没在现场，但是王永旭会长把现场视频录了下来。他那实力，这世界上没人是他的对手。这次消灭妖族，我们金家大功一件。待会儿王永旭会长就带着新会长来祝贺我们。爷爷，新会长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听说是个很强的人。再强能强过小林？不是说你，我说的是之前的小林。恭喜恭喜恭喜！金家这代出了这么多天骄，还有2位高阶剑灵坐镇，可以说是我古下第一家族了。哪里，王永旭会长谬赞了。老头儿，新会长到底是谁啊？快请出来，让我跟他比划比划。我现在可是御剑境，我也是半步剑仙境了。你找的这新会长，我倒要看看比我强多少。希望不是汪浩那种混蛋当新会长。他来了。这桂花酒不是说好等我喝吗？怎么我还没来，你们就开始喝了？我就知道你没死！姐夫，你跟我说的话，我可全都记住喽。哎，混沌剑圣，你不会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吧？